爱国大 V 司马南出事儿了。前2天啊，他承认自己在美国买房，在舆论上引发了一番风暴。要说司马南在美国买房这事儿啊，10年前就被人扒过。当年啊，他去美国过春节，一不小心呢，脑袋被电梯给夹住了，然后呢，脖子上搞那个支架，被紧急送往医院。照片传回微博，小崔发帖说司马夹头。司马夹头的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要说小崔给别人起外号还挺传神的啊。当时被人扒出来他在美国有房子，很多人就说司马南呐是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那司马南呢这些年啊，对他自己在美国有房子这件事情啊，一直三缄其口。2012年的时候，4月网采访他，问他你在美国有没有房子，他说他没有。所以造谣司马南妻女在国外，甚至是拿了绿卡，拿了这个什么，甚至已经移民，还有人造谣说在国外有什么房产之类。那我只能说，面对这样的舆论呢，我们就提醒我们，对微博这种东西要小心。矢口否认。那么2018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律师问他啊，说你在美国有没有房子？他呢含含糊糊，他说自己在美国有房子吗？我在美国是我老婆，他们家的亲戚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呢，美国的房子便宜能升值，我们家和我老婆他们家的朋友一块儿在那买了一个小房子。这一次呢，他公开承认自己在美国买房了，于是呢，舆论马上开始爆了起来。2010年，我们家在美国买过一个小房子，一共花了25.7万美元。司马南在美国买房这件事情啊，是因为2008年他的儿子在美国留学，他的儿子名字叫于家傲。司马南这个人并不姓司马，他本姓于。后来呢，起了一个艺名叫司马南，在网上开始打假。后来他成名了啊，就把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真的改成了司马南。但他的儿子还姓于，叫于家傲。于家傲2008年去美国留学，学这个钢琴，调钢琴。2010年毕业之后，司马南就用他儿子于家傲的名字和他太太的名字，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价格是25.7万美元，面积呢是80多平米。要说也不算小了啊，因为这房子啊，在美国是没有公摊的，折算成中国的面积呢，大概也是100平米出头。而且小区呢，关键实际上是条件非常好，有露天的游泳池，还有网球网。在美国啊，房子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大小，最重要的是位置。你看美国曼哈顿有很多房子面积并不大，但是每个月的租金呢，其实非常贵。司马南这套房子呢，这些年增值幅度不小啊。他当时25万买的，现在呢，网上的估值大概是60万美金左右。如果出租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美金。要说这笔投资还是非常成功的啊。一般人要说在美国买套房投资很正常，但是司马南为什么说他这些年对在美国买房这件事情一直三缄其口呢？是因为啊，他这些年打造的人设就是一个反美斗士嘛。他天天在美国讲，美国马上就完蛋了，美国呢跟中国必有一战，如果跟中国打起来之后，美国肯定是必输，中国肯定是必赢，而且是赢2次。那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要在美国投资呢？你既然说朝鲜特别好，你为什么不在朝鲜买房子呢？你既然说朝鲜好，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存款换成朝鲜钱呢？这显然大家特别容易想到的逻辑。那司马南实际上是很难解释的，但是由于他这2年在网上一直以这个形象出现，所以就不停的有人扒他在美国买房子这件事情。美国的房产信息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查得到，包括他的门牌号、交易记录、价格多少，一清二楚。所以这件事情他其实瞒也瞒不住。所以司马南没办法，因为他这2年太火了，他就想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为了解决掉这件事情啊，他录了4期节目，这4期节目我都看了。前2集呢，基本是卖惨，说你看我认罪，我当年思想意识不高，我这个认识程度不高，我没想到中美关系后来会变差，然后呢，我这个很斗自私一闪念，在美国就投资买了套房子。后面2集
他就是开始往别的身上引了。他就说：“你看，你们就不放过我，我不就是在美国买套房吗？对不对？为什么你们这么搞我？要让我人设崩塌，要让我挂路灯，还说我有可能自杀？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资本的力量在后面搞他。谁呀？联想。为什么联想要搞我呢？因为我揭露联想嘛，揭露联想你们这个侵吞国有资产，你里通外国，妨碍公民的公共安全，资不抵债等等吧。所以你这么搞我。所以8月19号的这个时候啊，司马南还实名举报了联想。要说这一招想的还挺高的，就先是卖惨，然后呢围魏救赵。但没想到8月20号这一天，他自己呢被禁言了。不光在微博被禁言了，头条啊、B 站呀、抖音呐、几个账号同时都禁言了。我了解的信息呢是禁言2周。那么司马南被禁言呢，跟他买房这件事情被爆出来，然后呢所形成的舆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而且跟司马南一起被禁言的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孔庆东啊、卢克文工作室啊，就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都是网上的五毛嘛，都是那些爱国大 V 嘛。那么这些人在这个特定的日子啊被禁言呢，也有人解读说20大之前把这些人收拾了，其实也是给社会上一个姿态，就是说其实并不会完完全全按照这些人这个道路继续往前走。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啊，我并不清楚啊，咱们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在中南海获得信息。但我想说，我今天想说的是，就司马南他们这些人天天在网上打着爱国的旗号，反美斗美，然后呢以维护所谓普通人的利益的称号跟资本进行斗争。但其实啊，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资本的棋子，甚至啊他背后啊也有这种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子。前一段时间媒体也有报道啊，就是司马南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在去年突然火起来？其实我跟司马南还是有不少交集的，过去一直在国内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次在一起啊。这个人早年呢是靠打伪气功出的名。崔永元为什么非常讨厌他？就是因为司马南这成名啊，跟崔永元有非常大的关系。当年司马南在网上反伪气功，崔永元给他做了很多期节目，做完之后司马南火了，从一个普通的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共名人。后来呢，司马南就这个人呢，就逐渐的开始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了一个小粉红。后来呢，他还投靠重庆势力，他跟方舟子一起投靠重庆势力。当时王立军在网上批示要搞这个其他人的时候，就批示请司马南和方舟子这些人怎么着。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下都能查得到。后来12年重庆势力倒台之后啊，这司马南呢沉潜了一段时间，这些年比较低调，一直到去年他才开始重新出山呢，报得大名。那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饶锦。饶锦这个人呢背景很复杂，早年的时候靠反这个 CNN 出的名，中央电视台报道之后呢，他一下子报得大名。201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叫李世默的人，从那儿拿了1000万人民币成立了4月网。这李世默这个人呢，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啊。他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基金来着？我看名字我记不住了，我查一下。成维资本。这个成维资本呢，在美国一开始募集了6000万美金，包括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啊，都是这个成维资本的投资者。然后呢，这个饶锦拿着这1000万人民币成立的这个4月网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专门讲述那些左派言论的。因为当年有一个网站叫无有之乡嘛，被整治之后，很多流量就涌到了这个4月网这里。所以大家看可笑不可笑？就是这样一个左派网站，天天以反美而出名的左派网站，它的投资方却是来自于美国的资金，甚至来自于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这就是资本市场的神奇之处啊！后来折腾了2-3年，1000万花完了，4月网没搞成，这个4月网内部又打起来了。最后呢，这个饶锦呢离开了4月网，后来又重新获得了4月网的这个控制权啊，这里就很复杂了。13年之后啊，这个饶锦去做什么呢？就做了 P2P。当年啊，大家都知道 P2P 非常火的时候，很多人赚了大钱。
饶锦赚没赚到钱，我们不知道。但17年的时候，他预感到国家要整顿这个 P2P 市场之后呢，他就退了出来。同一年呢，他在南京成立了南京灵思科技有限公司。这个科技有限公司啊，不是生产什么高科技产品的，而是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舆论场。他打造的第一个 IP 就是金灿荣。网上大家熟悉的都知道金灿荣啊，天天说美国不行了，中国又要赢了，你不但赢1次，还赢2次、3次、4次、5次的那个金灿荣。他还说海参崴中国不但要收回来，将来俄罗斯那600多万西伯利亚他们也守不住，全是我们中国的，就是这个金灿荣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后来呢，这个饶锦又在北京啊成立了中易网天公司，签下了司马南，签下了李毅。李毅就是在那网上天天说武统台湾那个，然后说中国跟美国相比，新冠死4000多人根本不是事儿的那个李毅，在网上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啊。同时又推出来这个李肃论道，还有金灿荣的这个频道。那么他这2个公司合作成立的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矩阵，就成为了这2年在网上极为活跃的爱国大 V 的阵营。其实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你表面上看，这些人好像都是一个独立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 IP， 其实背后都是一个资本力量操纵的结果。司马南呢，本来啊跟这个饶锦签约之后也默默无闻，但是去年的时候呢，饶锦跟金灿荣闹翻了，因为当时郑州水灾的时候啊，金灿荣的这个微博号啊说啊，这个极端天气这暴雨啊是美国的气象武器，结果网民都哈哈大笑，金灿荣受不了了，就出来说这不是他写的，是这饶锦团队啊，他们有些人搞的，他自己也没控制这个账号，所以双方就切割了。切割之后，饶锦团队开始着力打造司马南，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司马南那个抖音账号本来也不怎么开始更新了，结果就突然开始密集的更新。在他密集更新之后不久，他就盯上了联想。所谓的司马南跟联想的大战，表面上看是司马南一个人挑战所谓的这个民营企业，其实啊是这些资本的力量在后面操纵。因为他知道这东西有流量，而流量就意味着钱，就意味着利润。应该说，这个司马南这个账号大名报得大名之后啊，给这个4月网，不是给4月网，给这个饶锦啊，包括给司马南这个频道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很多网上那些著名的爱国大 V 啊，背后也同样是资本的推手在推动。比如说胡锡进，大家不要认为胡锡进频道就是胡锡进自己的，不是。他的这个频道啊，属于一家叫上海德以公司，跟他在同一家公司的还有那个张维维，还有那个眉山论道的陈平，都属于这个上海德以公司。而这个上海德以公司就是那个观察者网的投资者李世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投资4月网的那个李世默，就是那个在美国募资，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李世默。荒谬吧，可笑吧？胡锡进天天在那说美国不行了，中国要赢了，结果他背后的投资却是一家来自于美国的投资资金。想想他们平时在网上说什么，丁香园背后有一点点外资投资，他们都说丁香园是卖国的，对不对？但是回过头来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的公司背后就是一家美国公司在投资。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网络现实。所谓的爱国啊，其实就是一门生意。为什么这些人叫爱国？他们真的爱国吗？他们真的认为这个国家跟美国打仗的时候能赢吗？他们真的认为这个国家其实无比有前途，而美国会衰落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在美国买房？为什么他们是在美国的资本推动下来做节目？他们只不过是认为说那些爱国口号可以给他带来流量，可以给他带来粉丝增长，可以给他带来利润。其实爱国跟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前2天网上不是还有人讲的什么港本6君子，其实我觉得这个6君子其实是形容他们都已经很可笑了啊。
这些人叫什么君子？是六小人，就是什么地瓜熊老六啊，什么上帝之鹰啊，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天天在网上反日啊，说日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吧？然后谁要穿个和服，他们就在网上开始批斗。但其实呢，有人就扒出来，当年有人给他们出了一点点钱，他们就给这个日本的安全套做广告，所以被称之为港本六君子。其实这些人有什么底线呢？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可以管任何人叫爹。爱国只不过是他们赚钱的手段而已。在这个市场上，像港本六君子这些小虾米，会为一些蝇头小利所收买，给他们点钱，他们去做安全套广告。但是这些大 V， 包括胡锡进呢，包括司马南呢，他们赚的是大钱，他们不会去赚安全套这种钱。但是呢，他们背后的资本的推动啊，是要靠爱国赚大钱。但是我就说啊，这些人对中国舆论场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罔顾事实啊。你想想，司马南去打联想，有几个说的话是有依据的？他们是故意造谣啊，很多东西啊，说什么联想侵吞国有资产，甚至不惜 P 图啊。司马南在网上说，那联想的女秘书要召见他，其实他是把人家那个副总裁那个东西啊，照片有意 PS 之后发出去的。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假造谣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认为这个东西维护所谓的中国的利益，维护普通网民的利益，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有流量。普通人、普通的网民可以被这东西带节奏，他们天天说别人带节奏，他们才是在网上带节奏的鼻祖。侠客绝不做没有道理的事儿，他在道义上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侠客一定要有小人的手段，就像这司马南那样，逮着你的一个这副总裁了，我就说你是小蜜，怎么了？我他妈就给你愣说，那就能造起事来。说起来挺可悲的啊！现如今在中国的舆论场上，真正的爱国者不敢随便讲话，你真讲话了，轻则诈号，重则寻衅滋事。但是像司马南这种打着爱国的旗号，背后其实是真正的资本的黑手的推动的撕裂族群、撕裂舆论场的这些跳梁小丑，却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人赚了钱之后，你以为他真的跟这个国家在一起吗？并不是，他们拿着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而不是送到朝鲜，然后在美国买房，而不是在朝鲜买房。我们经常说啊，看一个人呢，不是要听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司马南在美国买房这件事情啊，本质上来讲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行为，而是暴露出来他的真实动机，他的真实人性。他内心里真的笃定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呀的资产是有价值的，有投资价值的，而朝鲜呢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司马南被禁言了，我们不知道。我按道理来讲，我们不该为任何人的禁言叫好，因为禁言本身意味着那个权力部门可以随意施展自己的权力啊，给这个舆论场下规则、下定义。但是司马南这些人被禁言，我认为啊，活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这套逻辑的维护者，最终他们成为了这套制度本身的牺牲品的时候，你别指望普通人为他们打抱不平。所以你看到了吗？司马南被禁言的时候，网上一片叫好之声。当然了，我们并不清楚啊，就司马南是不是就此就会从此销声匿迹，不一定。但我想说的是，这背后所蕴藏的人心，大家看清楚了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价值。然而他会把你极端化，都司马南反美，你反美，你到美国买房子，美国我们使馆什么司马南，你到美国买房子，美国买房子的事儿和反美有啥关系啊？我也不反美嘛。是啊，你这个不是你抛开这个事儿，这个就不用说其他的。你就说你这25万美元是不是从哪里来的？那和柳传志这有多大的区别？你说是不是？到底哪里来的？是不是？他说那个万柳书院，你那个地方是不是值多少钱？你想想，现在是吧？你也知道这事儿是吧？啊，是。哎呀，对，那这25万美元，你来的干净
到底不干净，是不是？这是个问题。卖房子不卖房子，或者一边是吧？到底哪里来的？你如果证明司马南这25万美元是来自于国有资产流失啊，对，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之后，司马南切下来国有资产一刀，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钱拿过来之后，去美国买了25万的房子，那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但是我到底私有财产买多少房子与这个没关系啊。他们说你怎么会有25万美元？我他妈今年快70了，我知道把年纪，我这25万美元还挣不着啊？中国100万这个人民币多吗？100多万人民币，那就不多了，一个养殖场一年还赚个200-300万呢。